大家好，歡迎來到文昭談古論今。我們常說見證歷史，但是歷史這個東西，它不都是寫在課本裡的戰爭條約什麼的，更多時候它是藏在普通人的工資單裡，是發生在夜深人靜、焦慮的睡不着覺的時候。如果以後回頭看，2026年可能真的是一個特別關鍵的分水嶺。今天我想先請大家把目光聚焦在2個年輕人身上，他們年紀相仿，學歷相當，但僅僅因為隔了一道海峽，他們的人生際遇卻有極大差距。我們就先來看這2幅典型的人物肖像。一位是在台灣新竹科學園區工作32歲的工程師阿豪，這2天他剛剛刷了存摺，看着相當於20個月薪資的年終分紅入賬，心裡盤算着是買下那輛看了很久的特斯拉，還是加碼台股的 ETF。 雖然他也會在脆上抱怨物價貴，但是他敢於在年底消費買特斯拉的底氣，來自於台灣半導體業在2025年高達40%以上的平均毛利率。根據台灣證交所的消息，2025年台灣上市公司發放的現金股利再創歷史新高，財富真實地流向了民間。再讓我們把鏡頭切換到海峽對岸，在深圳南山區，同樣32歲的 IT 大廠程序員小張，卻在這個新年收到了一份降薪留職通知書。更讓他焦慮的是，他在2021年高點買入的房子，根據最新的二手房成交數據，市值已經跌去了35%，跌破了貸款餘額。他現在別說換車了，就連周末去商場吃頓飯都要猶豫再三。中國的一線城市僅2025年1年法拍房數量就激增了40%，無數個小張正在經歷資產負債表的崩塌。這就是2026年開局中國和台灣的體感溫差。這2個人物代表的是兩岸經濟的極端走向。當然，這只是一個具象化的對比，並不是所有人的現狀。在台灣，如果你沒有搭上 AI 這班快車，只是普通的服務業員工，那麼面對高昂的房價和物價，那種相對剝奪感依然很強烈，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阿豪。而在大陸，龐大的出口機器也仍然在運轉，外貿順差還在創新高，也不是每個人都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但是做趨勢預測，我們要看的不是平均值，而是加速度。阿豪代表的是台灣向上的加速度， AI 紅利溢出；小張代表的是大陸向下的加速度，資產泡沫破裂。2025年台灣人均 GDP 站穩到了38000美元，有機構甚至預測2026年會突破4萬美元，在數據上已經超越了日韓。這時候肯定會有台灣的觀眾網友說，文昭無感啦，薪水還是低的，錢都被資本家給賺走了。我們去年有一期講台灣經濟真相的節目，就有不少留言這麼說。這話說對了一半，對的那一半呢，是資本家肯定賺翻了。當財富風口到來的時候，一般會先體現為貧富差距拉大，不公平感增加。可另外一半真相是，在公平的制度下，新富人群的出現會帶來財富溢出，創造時代紅利和惠及全社會的效應。讓我們引入一個更貼地氣兒的指標 PPP。購買力評價指數，也就是你手裡的錢在當地到底能買多少東西。讓我們來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的權威數據，截止到2025年底，台灣的人均 GDP 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已經衝破了8萬美元的大關，而曾經的亞洲發達國家天花板日本和韓國還分別停留在5萬和6萬美元的區間。也就是說，在實際生活水準這個維度上，台灣已經領先了日本一個身位，這是一個長期被低估的真相。反觀對岸，中共官方宣稱2025年的 GDP 增長了5%，可是這個數字大夥信嗎？如果真的增長了5%，為什麼餐飲巨頭們在關店？為什麼公務員在被追繳績效獎呢？為什麼年輕人的失業率不再公布真實數字呢？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官方數據在通脹，而普通人的生活在通縮。所以我更願意用這樣一句話來形容當下的中國經濟，它並沒有崩 ，not yet， 它是在潰。崩是結局，是轟然的倒塌，而潰則是活力的流失，機體的壞死。它比崩是一個更加難熬的過程，對很多人來講，你還不如給它來個痛快的。
為什麼我說2026年會是一個關鍵轉折點呢？因為這樣一個現象正在浮現，兩岸經濟的轉化率徹底分開了。台灣正在演化成為一家輕資產的高科技公司，佔據產業鏈的頂端，用較少的資源去換取極高的利潤，而中國大陸卻越來越像一家負債累累的老舊工廠。機器雖然轟鳴作響，營收也很高，但利潤薄如紙片，增長全靠借新債還舊債。今天我們就從2026年兩岸的普通人在資產安全、就業前景和生活預期這些面向出發，來分析那道越拉越大的鴻溝。首先，一句話總結：如果2026年你生活在台灣，你會感覺到一種結構性的富裕在變得清晰；而在大陸，你則會感受到一種結構性的緊縮。台灣的富裕感，過去幾年很多人認為是半導體工程師們的專利，但到了2025年，這種紅利發生了溢出。根據台灣主計總處的數據，2025年台灣經濟成長創造了15年的新高，大約是7.3%。這背後的動力是台積電、聯發科等企業帶動了整個供應鏈的薪資上漲，進而帶動了服務業的成長。更關鍵的是股市。台灣家庭的資產配置中，第一大類別是銀行存款，佔比約35%，但是其他形態的金融資產佔比越來越高。台灣家庭的證券類投資，包括股票、基金等，2025年佔比已經達到了34%，取代了壽險與退休金的25%，成為了家庭資產的第二大類別。台股的長期牛市，讓普通人的財富也隨着 AI 產業的爆發而增值。反觀中國大陸，2026年我們看到的第一個怪現象是，國家仍然在增長，可老百姓在還債。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中國2026年還能保持4.5%左右的增長，這個數字在全球範圍內也不算低，但問題是這個增長是怎麼來的呢？它主要是靠出口，重點是所謂的新三樣和國家主導的投資來拉動的。中國家庭70%的財富鎖在房子裡，台灣家庭50%的財富卻是儲蓄加證券類金融資產。2025年至2026年，中國房地產市場雖然在政策的托底下如同 L 型走勢，但是價格仍然在陰跌，這意味着你的資產負債表還在縮水。價格下跌不明顯卻沒有成交量，就說明價格遠沒有觸底。如果撤掉限跌托底的政策，價格就會飛流直下3000尺；如果不撤，就會有價無市，資產的流動性極低，拖死賣家。對賣家而言，裡外都是個難吶。另外，在出口行業，2025年中國企業為了在川普的關稅政策落地之前搶占市場，不得不進行自殺式的價格戰，利潤被壓到了多低呢？根據中國工信部和相關行業協會在2025年的數據，中國引以為傲的光伏產業全產業鏈的平均淨利率已經跌破了2%，甚至有接近40%的企業是在虧本接單。這等於說，一家工廠辛辛苦苦做了100塊錢的生意，扣除掉材料、人工、折舊等等成本項目之後，最後落到口袋裡的2塊錢還不到，這比銀行存款的利息還低。老實說，生意做到這個份上還要繼續做，圖的是個啥呢？就是為了保持市場份額以及保持融資、退稅、補貼這些方面的資質而已。這已經不是在做產品了。到這一步還給工人漲工資，那肯定是沒戲了。這就是為什麼看起來國家的 GDP 在漲，企業的營收在漲，但是你的工資單卻在縮水的根本原因，因為所有的增長都被內卷的價格戰給吞噬了。所以我們看到了一個殘酷的對比，因為台灣賺的是技術溢價，錢越賺越輕鬆；大陸人賺的是規模辛苦錢，所以錢越賺越累。這個累不只是主觀感受，而是可以被量化的經濟現實。那我們就來看一組对比鮮明的企業利潤率數據。2025年，台灣半導體產業鏈的平均毛利率維持在40%至55%的高位。台積電就不用說了，連帶着做 IP 設計的世芯、做散熱的奇鋐，毛利率都令人羨慕。這意味着台灣企業有充足的財力，可以輕鬆地為員工發高額獎金，投入研發或者做多元化的投資。這就是我所說的錢越賺越輕鬆，因為技術壁壘幫你擋住了競爭對手。Yes!
再來看對岸，除了剛才講的光伏產業，行業平均淨利率跌到了不到 2%， 另外一個鋰電池產業也慘得不遑多讓，2025年行業淨利率不超過 3%。哪怕是銷量全球第一的比亞迪，在除去政府補貼後，其單車的淨利潤也遠遠低於特斯拉。當一個產業沒有真正的技術獨佔性的時候，全國30餘個省市就會一窩蜂的一起上，就轟轟烈烈的捲了起來。2025年，中國生產了全球70%的鋰電池，但是產能利用率不到50%。為了把存貨賣出去，企業只能打骨折價。反映在宏觀數據上，就是中國的 PPI 生產者價格指數連續36個月是負數，或者在低位徘徊。這對普通打工人的衝擊是毀滅性的，就別說給你漲工資了，你不被裁員和優化就不錯了。所以我們看到2025年中國的互聯網和製造業大廠雖然營收數字還在漲，但是降本增效成了主旋律。GDP 數字是會騙人的，它被無效的低價競爭抵消了。接下來又引出了那個讓中國無數城市家庭徹夜難眠的問題——資產的吸血效應。中國大城市的房價我們講過很多次了，今天我們又要提到一個扎心的事實：低到變態的租售比。房屋的月租金與總價之比，國際公認有一個合理區間，通常在1:200到1:300之間。它意味着17年到25年的房租可以收回購房成本。但因為中國的房價太高，而租金又太低，中國一線城市的租售比平均低於1:600，也就意味着得50年以上的租金才夠回本兒。它使得房產不是在給你造血補血，而是在不停地吸你的血。《富爸爸窮爸爸》的作者羅伯特清崎有一個總結：什麼叫資產？往你口袋裡裝錢的就是資產，相反，把錢從你口袋裡拿走的就是負債。這是一個很毛糙但很直擊本質的總結，和會計上對資產負債的定義不一樣。所以房子是資產嗎？答案既是又不是。只有當它往你口袋裡裝錢的時候，它才是資產。也就是當房子的租金收入和溢價超過了你為它的支出，它長期带來的是正回報的時候，它才是資產。相反，长期的极低的租售比讓房子失去了資產的功能。長期以来，台北的房租年回報率都在 1.5% 左右徘徊，就是差不多66年的房租收入才夠收回购房成本，也是低到夠慘，也被認為是資金效率極低的地方。但是在2026年開年，我們看到了一個明顯的拐點。根據2025年第4季度的最新數据顯示，隨着新竹和台北核心區湧入了大量高薪的 AI 工程師和外籍高管，租賃市場的供需關係有了明顯改變，房租的漲幅開始跑贏房價，推動回報率正在脫離長期的底部，開始向 2% 這個整數的關口攀升。別小看了這個趨勢，在房租長期低迷的台灣，這意味着房產正在從單純的保值工具開始轉變成為能夠產生正現金流的生息資產。而在海峽對岸呢，情況又是相反，雖然房價跌了，但因為年輕人失業、外企撤離，租金跌得更猛。在中國的一線城市，2025年一套房子的租金回報率依然只有 1.5% 左右，而你每個月還給銀行的房貸利息，哪怕降息了，也還在 3% 以上。這是個什麼概念呢？它意味着你持有房子的每一天，它都在吸你的血，你得不斷的貼錢養房子。這是一個看不到盡頭的長周期，它不是4季裡的寒冬，而是一個地質上的冰川期。這對於那些在2020年至2022年高位接盤、背了30年房貸的中產來說，是一場慢性破產。所以2025年，中國社會彌漫着一股防禦性儲蓄的氛圍，沒人敢買新車了，沒人敢生二胎了，甚至連高端餐飲都在大規模的倒閉。這不等於大家沒錢了，存款總量還在增加，是大家不敢花錢了。因為你的核心資產房子變成了一個填不滿的債務黑洞，這種預期的坍塌是最難挽回的。好，接下來我們來聊聊科技，也是爭議最大的地方。有不少人會說，文昭，你看看中國的無人機、電動車、華為手機，哪一樣不比台灣強？應該是中國的科技甩台灣幾條街吧？這裡我們需要釐清一個概念：科技的核心層和應用層。
2026年 AI 已經成為全球經濟的發動機，而台灣恰恰掌握了這個發動機的最核心部件，就是先進製程的芯片和先進的封裝。這當然不是說台灣人比大陸人聰明，而是說在國際分工中，台灣已經佔據了一個不可替代的生態位。無論是美國的 OpenAI， 還是中國想要訓練的 AI 大模型，本質上都離不開台積電製造的芯片。這讓台灣在2026年的科技談判桌上擁有極高的話語權，這是一種上游優勢。而中國的情況呢，是強大的肌肉配上了受限的大腦。在2025年，我們看到中國在 AI 的應用層面的確厲害。比亞迪的車、大疆的無人機，各類 AI 應用場景，比如無人港口、自動化物流等等，2025年中國獨步天下，說明中國的工程師紅利和產業鏈配套依舊強大，這是肌肉的強大。但是隱憂在哪裡呢？在於算力的天花板，這是受限的大腦。隨着美國出口管制的常態化，中國想要獲得高端算力芯片的成本越來越高。做28奈米甚至14奈米的成熟製程，中國沒有問題，可以國產自給自足。但是要訓練下一代 GPT-6 級別的模型，需要的是海量的 H200，甚至是更高級別的芯片集群。這裡我要稍微停一下，給技術小白網友們解釋一下什麼叫做算力，它為什麼重要啊？其實我也算技術半小白，只是我嘗試去理解技術背後的邏輯。打個比方，如果說海量的數據是書本，那先進的算法就是讀書的方法，而算力就是這個 AI 的大腦轉速和閱讀速度。訓練 GPT-6 這種級別的超級 AI 模型，相當於要讓一個大腦在幾個月內讀完人類幾千年所積累的所有書籍，而且還要融會貫通，這需要極其恐怖的運算速度。美國的 H200 芯片就像是法拉利發動機，一天能跑完1000公里，而中國產的成熟製程的芯片呢，就像是拖拉機發動機。雖然中國可以通過堆數量把100台拖拉機並聯起來，試圖追趕法拉利，但是在頂級的 AI 競賽中，這種人海戰術的效率極低，而且能耗驚人。這就是為什麼算力被鎖死，就等於是大腦被鎖死了，進化速度也被鎖死了。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中國的科技樹是在往橫向發展，目標是把現有技術的潛力發揮到最大，捲成本、捲效率，而很難往縱向突破，定義下一代的計算範式。算力是 AI 時代的硬通貨。根據 TrendForce 和其他半導體研究機構2025年底的報告，台灣目前擁有的 AI 算力中心有多麼強大呢？部署了超過15萬張的輝達 H200、B200 級別的頂級芯片，這還不包括微軟和 Google 在彰濱工業園區建立的私有算力集群。而且這些龐大的算力是完全與國際互聯網接軌的，可以隨時調用全球最新的算法模型。再看中國大陸這邊呢，由於美國商務部的出口管制，中國企業能夠合法獲得的芯片，大多數是性能阉割版的 H20、B20 芯片，其單卡的算力只有國際主流版本的15%到20%，這導致了一個巨大的算力成本剪刀差。如果你要在台灣訓練一個10億參數級別的模型，假設你的硬件成本是100萬美元，耗時1周。同樣的模型，如果你放在中國大陸訓練，你需要購買5倍數量的閹割版芯片，還要解決互聯互通的技術難題，那你的成本可能是300萬美元，耗時3周。這就是3倍的成本差距和3倍的時間差距。在 AI 這個一日千里的賽道上，慢一步就是慢了一個時代。所以我們會看到，在2026年，中國將有大量的 AI 應用层公司，比如做 APP 的、做數字人的，他們集體出海。他們不是不愛國了，而是沒有辦法。在國內算力太貴，數據太封閉，留在這裡就是等死。這就是所謂的結構性困局。中國大陸的 GDP 裡包含了太多的鋼筋水泥和庫存商品，而在台灣的 GDP 裡流淌着的是全球最稀缺的算力和數據。這兩種 GDP 的含金量在2026年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好，在 AI 這個賽道上，台灣有質的優勢體現為綿長的耐力，這一點我們講清楚了。那接下來呢，我們還是要做一些現狀的補充。
我們必須承認，2025年中國仍然有一些 AI 团隊在代碼生成、數學推理這些硬核指標上，穩穩地站在了全球第一梯隊的位置。代表是幻方量化的深度求索和阿里系的通義千問。這說明了中國大陸在軟件架構上的確被逼出了真本事。這什麼意思呢？又打個比方，咱們今天老在打比方，美國擁有最先進的 H100芯片，這就好像是美軍手裡擁有大口徑的重火炮，二話不說就火力清場。中國由於受制於硬件，戰場上沒有像樣的火力，大炮既少，射程和威力也趕不上美軍，於是就又是夜襲，又是各種佯動誘敵，給你玩36G 閃電5連鞭。通過一套極其精緻的指揮系統來彌補火力的差距，這就是軟件架構。目標是最大限度地優化手上的資源，發掘他們的潛力，弄一大幫人，有人搞數學，有人寫代碼，有人翻譯，分工協作。在一段時間看來，花俏的36G 還奏效，和美軍的火力洗地能打個棋逢对手。所以中國大陸的 AI 戰略仍然是雄心勃勃、咄咄逼人的。從底層算法到自動駕駛，再到氣象預測，它依然想要打造一個能夠和美國分庭抗禮的完整生態。但從技術發展的邏輯看，前景是清晰的。軟件架構再精妙，功效也有天花板，仍然填不上硬件差距的鴻溝。大國不上權謀，最終還是簡單粗暴的火力洗地勝過36G。反觀台灣，2026年的 AI 策略非常清晰，叫做主權 AI。台灣作為世界最頂級的芯片產地，擁有獲取先進算力的近水樓台之便，但是台灣不求大，不會去做一個挑戰 GPT-6 的通用大模型。為什麼呢？因為受限於數據規模和人才的密度。台灣走的是精品路線，比如 TAIDE 是台灣官方主權 AI 計劃，直接翻譯過來就是可信賴的 AI 對話引擎。它不求大而全，但求在特定的場景下，比如繁體中文語境下，台灣的法律法規、醫療政務這些應用場景中，能夠做到極致的精準和安全。要知道，這是一種信任紅利。在2026年這個充滿了虛假信息的世界裡，一個不被紅色意識形態污染的、完全可信賴的 AI 大腦，對於世界來講仍然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兩岸的焦慮點完全不同。大陸焦慮的是心，就像路透社報道的，中國雖然搞出了 EUV 極紫外光刻機的原型機，但是估計穩定出芯片得等到2030年以後，那中間間隔的4年空窗期，大陸就只能靠軟件架構去壓榨現有設備的潛力，這是一場與時間的慘烈賽跑。而台灣焦慮的是電，台灣有先進的芯片群和可信賴的模型，卻沒有足夠的電力讓他們跑起來。AI 是吃電怪獸，台灣的電網已經快撐到了極限，這讓我想起了伊隆馬斯克。當年他為了讓 XAI 的數據中心盡快跑起來，根本等不及電網升級，直接租了幾十台巨大的燃氣輪機，在自己的工廠旁邊燒氣發電，硬是把算力群跑了起來。這種馬斯克式的決斷力是2026年台灣所急需的。如果解決不了能源瓶頸，那空有主權 AI 的藍圖，空有台積電的寶藏，台灣可能在 AI 的賽道上速度也快不起來。看清楚了這一點，你就會明白，這場博弈其實並沒有那麼快到終局。好，總結一下，2026年的台灣擁有了一些根本的優勢。後全球化時代的天時在台灣，芯片產業的地利之便也在台灣。目前台灣最需要的是人和，凝聚社會的共識，突破幾個關鍵的瓶頸，才能把天時地利之便轉化為 AI 時代的爆發力。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那麼好，今天的話題就分享到這兒，謝謝大家，咱們下回接着再聊。